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程毅年后复工路透曝光，这状态是吃了什么牌子的防腐剂？程毅年后复工的这一次亮相，可以说是再次用生图状态给内娱颜值赛道上了一课。很多网友调侃他是不是吃了防腐剂，但如果冷静拆解，就会发现，这种稳定到近乎离谱的状态，其实并不是偶然，而是多种因素长期叠加的结果。首先，从最直观的外形来看，程毅这次在香港国际影视展上的造型确实极具杀伤力。一身剪裁利落的纯白西装，内搭浅蓝衬衫，色彩干净清透，没有任何多余装饰，却恰恰把他本人的优势放大到了极致。这类极简造型其实非常挑人，因为它不会帮你修饰身形，反而会暴露所有细节。但程毅穿上之后，不仅没有被压住，反而呈现出一种轻盈又挺拔的气质，整个人仿佛自带滤镜。这种效果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身材结构。程毅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壮，而是偏薄合直，肩背平整，骨架清秀，腰线干净。这种身形在镜头前或许不够厚重，但在现实中却极具观赏性。尤其是在西装这种强调线条的服装加持下，会显得整个人格外利落，甚至带着一点少年感的清爽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他瘦是真的瘦，帅也是真的帅，因为他的瘦是有结构支撑的，而不是单纯的单薄。再来看被频频提及的下颌线，这其实属于典型的骨相优势。清晰的轮廓本身就不容易随着状态波动而改变，只要保持一定的体脂水平，这种锋利感就会一直存在。而程毅在体重管理方面显然相当自律，因此每次露面时，面部线条都维持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。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一种稀缺优势。至于身板挺拔这一点，也并非一朝一夕形成。长期拍摄古装剧、武打戏，会对演员的体态提出极高要求，从站姿到行走，都需要经过反复训练。久而久之，这种挺拔感就会内化为一种习惯。所以在路透视频中，当他迈步上车，动作连贯流畅时，观众会下意识觉得像走 T 台，其实正是这种长期训练带来的结果。发型的变化同样值得一提。这次的狼尾卷毛之所以出圈，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打破了以往过于精致的形象，略显蓬松、带点自然弧度的发型，让它从原本偏清冷的气质中抽离出来，增加了一层慵懒与亲和。这也使得它的整体观感更加立体，既可以是冷感十足的贵公子，也可以在一个微笑之间切换成温和柔软的邻家感。这种气质的可塑性是很多演员难以具备的。有趣的是，很多路人和粉丝在看完这次路透后，都提到了一个共同感受：程毅生图比精修更好看。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反常，但实际上是有原因的。程毅属于典型的动态优势型人物，也就是说，他的魅力不仅存在于五官本身，更体现在表情变化、眼神流动以及整体气场之中。静态照片只能截取某一个瞬间，往往无法完整呈现这些细节，而视频则能还原更多信息，因此更容易让人感受到他的真实魅力。除此之外，他的久违露面也是这次引发热议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相比高频曝光的艺人，程毅的节奏明显更加克制。他往往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低调，然后在关键节点以极佳状态出现。这种低频加高质的曝光方式，会在无形中放大每一次亮相的冲击力。当观众习惯了他的神隐，再看到他以这样的状态回归，自然会产生更强烈的惊艳感。当然，所有这些外在因素背后，
依然离不开最基础的自我管理。稳定的作息、严格的体重控制、长期的身体训练，这些看似普通的习惯，才是维持状态的根本。而在此之上，再叠加他本身优越的骨相条件与温和内敛的气质，才最终形成了如今这种几乎没有短板的整体观感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次亮相不仅让人感叹颜值，更让人对他后续作品充满期待。尤其是围绕两京15日的影视化项目，观众已经在潜意识里建立起一种关联。当程毅以这样的状态出现时，往往意味着他已经为下一次角色输出做好了准备。所以，与其说他吃了防腐剂，不如说他一直在用极高的自律与稳定的节奏，维持着一个几乎没有波动的状态。而当这种状态在合适的时间被呈现出来时，就会产生如今这种近乎降维打击的效果。